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外交争议研发到民间，现在有一部漫画作品成了中国大陆网友抵制的对象。大家来看看《名侦探柯南》，其实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哦。他的30周年纪念活动说是要跟我的英雄学院联动，这样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大家要知道我的英雄学院前一阵子因为这个漫画里头有一个角色是影射二战期间的731部队的受害者，所以那个时间点呢，其实中国大陆的影迷就会觉得说，这个有入华的一个嫌疑呀。那现在这个名侦探柯南跟我的英雄学院联动，他们觉得这个是背弃了这些中国大陆的粉丝，所以你看到呢，铺天盖地的，包括在环球时报在很多的媒体上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述，说给柯南的提醒，超越商业利益，负起文化责任他认为应该要珍惜你这个动漫、你这个漫画自身的影响力啊，传递正确的历史认知跟和平的价值观民间有这样子的一个纷扰。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王毅也说话了，他去会晤萧伊古他强调什么呢？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所以你也可以知道由这个高市早苗引发的这一连串的风波啊中国大陆到现在其实方方面面的政治的、媒体的各方面的封锁跟反对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而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美俄的长城核武，这个礼拜要解禁了耶，限核倒数这个是美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它5号会到期之后，美俄长城核武不会受到任何的约束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见那讲到高市早苗，他不是解散的国会吗？现在要重新来改选那在这个激烈的这个改选的过程中看到 NHK 本来会有一个选前的电视辩论，高市早苗也答应要出席，可是就在开播前30分钟，节目制作单位接到临时的取消通知这对我们做电视的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会很紧张，因为你这个大咖，你这个首相要来，结果最后30分钟前才告诉你说我不能来了，原因是什么？他说我手臂拉伤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叠加这个让他没有办法来上节目。可是我们看到媒体就报道了，说有可能有可能你是要逃避在这个辩论会里头关于邪教还有募款这些丑闻的一个这个追问所以你假装手很痛我不能来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后续呢相关高市取消辩论节目，可是他下乡去助选呢他下乡跟着这个所有的这个选民来互动那当然高市早苗首相有他自己的解释，我们来听听看。大丈夫とか今声が聞こえましたが、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昨日ハイタッチとかしてる時に強く引っ張られて関節やっちゃいましたが、消炎剤とテーピングでちゃんと、今朝から治療していただいたんで大丈夫です。原来是跟选民击掌的时候拉伤了可是现在又没事，所以又可以下乡辅选了。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到底是装这个受伤还是真的因为手伤没有办法去电视节目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包括高市早苗渴望绿执政联盟横扫众院，恐加剧日本的债市压力。我们看到分析是这样讲，如果8号他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的话他会巩固他在党内的掌控地位，这是当然的，而且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民意授权，外界会忧虑什么呢？对日本财政状况的忧虑，并且推高日本公债殖利率这是关于经济未来可能的一个未爆弹。而另外呢，我们看到高市涉台言论埋外交隐患，强化防卫力的财源不明我们看这个包括我们知道有可能他想要做一个修宪，或者是有关这个各种的军武各种的加强，可是国民的负担讨论没有深入推进钱从哪里来？这可是一个大哉问。现在可能中国大陆对他来制裁稀土的进口，
那如何呢？这个日本要如何来因应呢？他们有可能要去做自己的稀土的一个生产提炼所以你可以看到地球号科考船现在说是成功的从南鸟岛已经开采出稀土泥这个看起来稀土泥已经开采到了，那能不能够补上未来可能中国大陆全面制裁它的一个缺口呢？来，先请教亮哥。这个柯南是大陆的民众很熟悉的漫画了。那我的英雄学院以前就引起过争议。那最近他画了一个人叫做志贺丸太啊。那志贺是731部队细菌学家的姓丸太马鲁塔就是那个受害者被试验者的统称这是木头的意思就你的名字居然叫志贺丸太，这太明显了吧？对，这太明显了吧？所以就被下架我觉得目前日本看起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野党太弱了。其实我有看双方的群众动员，人都蛮多的可是你不知道在野党在干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诉求是什么，然后那个野田佳彦也不太会讲话，国民党的主席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所有的镜头都是高市早苗，所以这个双方其实群众都蛮多的我看过同一个地点，那前后几天办了2场，人都非常多，可是高市早苗的路线非常清楚嘛，就是我要过半，因为他现在没有过半，他现在196加维新会大概220左右，所以就简单讲就是说我会被小党勒索了，所以他希望你放手让我做，他希望单独过半，这个诉求非常清楚那而且他说我如果没有过半我就下台，所以就是赌他个人的政治生命了，我不知道野田佳彦主张什么我也不知道中道联合为什么叫中道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情况就会造成，高市早苗的选民会比较热了，他们会出来投票，尤其是年轻人那这个就是符合高市早苗的策略的预期那如果出来投票，因为它是单一选区嘛，单一选区的惩罚性是非常清楚的啦，就是自民党赢了就是赢了，所以就有朝日新闻就认为他会选到300席这么多不，单一选区就是这样，通杀，OK， 通杀安倍那一次就是通杀，所以那个2008年民进党不是只剩下13席，通杀嘛，过半才233，对，我认为他过半几乎是确定了。你真的你已经这么下降了，因为不知道在野党在选什么嘛，就在野党太弱了啦，也不是弱，就是在野党那边的出来的群众，我估计了，都是国民党的组织票，因为他组织很强，那都是创价协会的嘛，是，可是你没有空气票，空气票用议题去带动那高市早苗的那个议题性非常强嘛，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情况可能会类似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就赖清德的议题非常清楚嘛，你看最近那个民调就是这样，你说今天的那个民调，当然啦，他议题非常清楚，抗中保台加上台美合作好棒棒，那国民党的议题是什么？明明有80%的人主张两岸要接触，你看萧旭晨去还在那边说，那难道我不去就会选得比较好吗？你为什么不是理直气壮要去？我认为非常类似了，就是高市早苗的议题非常清楚，虽然我觉得这个是把日本的国运堵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可是没办法，这个就是选举，就是它的议程非常的清楚。那你如果真的认为这一条道路不适合日本，那为什么在野党不敢反对？
其实高市早苗那个反中啊，在野党还说，对了，中国不太好了，他也不敢反对。那既然要你们也对中国有意见，那不如选高市早苗。听你讲的话在讲国民党，不，国民党就是这样啊。你要那国民党的地方在干嘛嘛？说萧玉成是不是不要去啊？会影响地方选区呢。那明年可以去吗？明年要选立委，怎么去？所以两岸是不是你的议题啊？不敢表态嘛。我跟你讲，就是类似的状况啊。就高市早苗，而且这个东西会有影响的哦。高市早苗如果大胜，我认为赖清德明年一定极端化，因为他要学习，对，走同样的路，走同样的路。可是呢，高市早苗之后，中日的冲突一定会加剧，那台湾也是一样。岳老师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日本的选举来讲，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高市早苗之所以不参加辩论，也不跟你拖，要想快刀斩乱麻，就是仗着他因为反中所创造出来的高人气。这个讲起来是很遗憾的，因为大陆目前的政策就是压制美国，搞死日本。啊，那么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需要一个理由让大陆搞死，而且实际上的话呢，2026年一开始。请大家记住哈，这个出口稀土、进口这个光刻胶，还到了7月23号的时候，要这个日本的皇宫还回来就是唐红儒锦杯7月23号。那么这个都是限制的。那么这个对大陆来讲，跟日本之间的话呢，大陆对日本的做法上，就是从外交、从经济。要从军事，那从军事上来讲的话呢，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了。那俄罗斯这个情况下呢，肖伊古呢是他作为安全会议的一个主席嘛，那跟大陆这边的话呢，那么日本人呢对于中国人的军事未必怕，但是对俄罗斯人的话呢，确实有一点历史上的恐惧感这个恐惧感的话呢，就是加上最近的有关于柯南的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它里面讲到说我的英雄学院里面所引用了731的这个部队里面的联想，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情况确实很糟糕。我觉得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日本的高市早苗获胜，但是我觉得说亮哥讲的会300席的话呢，要233席。新闻好，吓我一跳，因为我也看到的消息，我就觉得有一点，我觉得他应该小胜是机会比较大。但是刚刚听亮哥一讲的话呢，就是野田佳彦那边的话，再加上国民党，他们好像真的是我看了个半天，没有什么任何的诉求。对啊，这没有诉求的情况下，在选举来中，大家知道但我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选举不是理性的，选举是感性的。感性的话呢，就是要看诉求比如说的话呢，我就流下眼泪拼了去。高市早苗都哭了嘛，高市早苗那天讲的是受伤了什么的所有感性的做法都做到了。所以他如果获胜，但是日本获胜。对于大陆要搞死日本的决心，那真的是非做不可。而且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大家要了解因为大陆现在的做法上来讲，你刚刚提到讲说，在那个什么，在什么那个什么鸟岛上面来讲，南鸟岛上面挖出来的稀土泥什么的缓不济急日本要有自己的稀土，要达到这个被大陆的杯葛的水准。以日本现在的工业水准来讲的话，我自己很保守的估计，跟我们学校物理系老师讨论，他们都说10年10年到15年才会有结果。那你现在每一天讲的，就下个礼拜就要选举，下礼拜就2月8号嘛，对不对？那么就把7天了啦，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高市早苗一旦获胜，那打脸打到哪里去？对不对？而且日本人本身来讲，我自己所接触到日本人，我刚刚跟我同事在开会，他完全没有感觉，他会觉得说日本，我说日本有没有存亡危机，他没听懂，存亡事态危机他没听懂，日本完全没感觉真的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讲起来真是非常有趣而且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觉得就选举来讲，原来我听说这个自民党好像形象不太好贪污什么的。所以高市早苗才避免嘛，自民党有3大问题，你一个是执政过久，另外一个就是贪污腐败，另外是跟这个统一教的关系弄不清楚，所以他不参加辩论，就是要避免这种问题。你只把票投上去就好了。没错，对，这是一个策略。当场被质疑对呀，不然多丢脸了，搞不好大家觉得有问题了。那美国跟俄罗斯这个战略核子武器的裁减呢，就是1972年那个首度就这个限期到了，没有签新的，因为它的有效期限是到2026年的2月5号。今天2月3号了，那是马上就要到了。那到现在没有签新的，它这是在哪里限制
这个核武的运载的，这投递的，我们知道包含这个地窖式的弹道飞弹，还有潜射的洲际弹道飞弹，另外一个战略轰炸机所能够载的，它限制俄罗斯跟美国都是限制能够投掷的是1550件，你不管这个潜舰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也好，或者战略轰炸机也好，还有地基式的地窖式的这种洲际弹道飞弹，总共加起来就是1550，就是这样做方面做限制，大家不可以超过这个数量，因为超过这个数量。每一个像包含美国有5000多件核武啊，俄罗斯有6000件核武，那加起来都可以投掷，那还得了啊？那就限制向下压缩，就压缩在1550件，就这样到这个是天花板。那现在取消之后，我判断美国跟俄罗斯在核武的这个投掷的这方面的能力，我看都会增加，包含这个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在这方面也是打了4年，4年的话。对它的这个传统武力来看的话，是消耗了非常的大。那在核子武力，它当然就会加强，来弥补传统武力的不够，然后拿核子来吓阻。那尤其这一次，这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乌克兰只有武器装备、情报的支持，并没有在实质上、公开上对兵力的支持，就是因为核吓阻。所以核吓阻是有用的。那现在。如果到2月5号到期，美俄没有签署这方面的核武的限制条件，我认为俄罗斯它会大举扩张。那这样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做相应呢？美国也会做相应。就俄罗斯做了一些扩张，小扩张，我说美国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那俄罗斯如果是大的扩张，美国也会做明显的扩张。我认为他们两个之间是联动的，不会说一个国家扩张，那另外一个国家它保持静态。我认为这方面不可能。然后我们看到这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因为他说他那个手伤啊，因为跟大家击掌啊受伤了，然后就这个取消辩论。我认为原则上他是不愿意辩论，不愿意辩论，我认为3个条件：第一个，口才不好，他当然不愿意辩论。但是高市早苗的口才辩捷，我看他的这些口才口条，我认为高市早苗他的表述能力还蛮强的。那为什么不出来辩论？不是很厉害吗？但是后面还有2个，第一个包袱，因为辩论一定是攻防。攻防在这个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他是执政党，他是首相，那在这一方面他的包袱重，他要在防守位，那防守位最容易被攻击，那包袱重嘛。那第3个在哪里？这样民调，现在高市早苗的民调高，那你一辩论之后，原来支持你的也不支持你了，跑掉了；原来反对你的还是反对你，原来支持你的有没有跑掉？那民调就掉下来了。所以高市早苗，我认为他是后面2项。口才没问题，是因为包袱重，还有一个就是民调的问题，他考虑到民调可能会向下修调，所以他在这方面能够避而不辩，避而不谈最好。不过站在我们同业的立场，我们会为这个日本的 NHK 电视台觉得很可怜呐，因为30分钟前退通告，他们是真的措手不及。接下来看看各国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年初啊，不断的去中国大陆访问，包括这个大咖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回到唐宁街之后做了一些表示他说我们此行是为英国企业还有一些薪水阶级啊。争取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市场准入啊，还有包括数亿英镑的投资这些都是为人民创造福祉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这一篇报道也用这个来当做标题，说美国盟友纷纷寻求跟中国加深经贸关系所以习近平的豪赌已经有了成效。哪一些西方国家呢络绎于途到北京？包括英国首相，我们刚刚讲了，加拿大总理、芬兰总理，还有包括爱尔兰总理、韩国总统、德国总理梅尔兹也快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何雷恩就讲中国现在坐享其成因为川普你自己乱搞嘛，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坐收外交的红利。而另外呢，此刻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是南美洲的乌拉圭乌拉圭的总统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他在他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发了一些影片包括他去参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展览馆还有呢，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呢，去吃了一些这个饭中国大陆这个中国的这个饮食各个方方面面，他都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并且发在他自己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也让他的国人知道他在北京做什么。
那今年恰逢中乌建交38周年哦，这是一个150人的代表团，包含了70多家的企业哦，那会签署30个以上的合作协议。那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有这个很多的广大的一个市场哦。那乌拉圭什么东西最有名？牛肉啊，哦，牛肉很有名哦，所以他们也会在包括这个清关这个地方哦，加速这个速度啊。那另外绿色联动哦，就是光技术哦、储能技术哦，像这些各种的这些绿色的能源的联动，还有人文交流哦，这个就是像是包括球员、足球员呐哦，还有孔子学院呐哦，这一些事情哦，就是文化啦、经济啦哦，各个方方面面都有一些关联跟合作。川普此刻哦，到底要把这个巴西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他不是宣布说，如果有任何国家去跟这个去跟古巴，对不起，去跟古巴买石油或者是卖石油给古巴，我通通都要对你做这个关税上面的制裁。那现在他又说了，他说我们现在美国正在对古巴的最高层人士谈判协议。所以，川普的策略到底是什么？他说，为了促进协议，华府现在跟古巴哈瓦那的领导阶层展开了谈判。有一个国家叫墨西哥，他很担心啊，古巴如果再度被美国制裁，它会出现人道危机。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对古巴这个国家运送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了，包括食品，包括生活用品哦。因为如果被封锁、被制裁哦，一般人民其实生活可能会有困难。那我们看包括川普还说了什么话？他说：“你印度啊，你大陆啊。”如果你想买油的话，你想买石油，你可以跟委内瑞拉买啊，欢迎你们来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中美洲、南美洲有一些悄悄的变化。巴拿马运河，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上面的一个地方哦，地缘政治的地方。那最近巴拿马法院裁定长江合记的港口经营这个合约是违宪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如果生效的话，这些港口将在对巴拿马有利的条款和条件之下，重新租给新的营运方。这是巴拿马总统讲的。如果从中国大陆包括这个长江合记，大家知道是香港嘛，如果拿走了，然后给美国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有这样的标题说，美国收复了巴拿马运河。智库说，川普战略测试。中方伺机反击，所以又有另外一个新的较劲的舞台了。来，亮哥，这个陆续国家去中国大陆嘛，那当然是川普把他们吹跑的就基本上欧洲国家过去这2个月对美国的贸易少了20%，所以人家当然要自求多福嘛。所以也不是说他们倒到中国啦，他们在避险比如说欧盟最近做了很多动作，欧盟跟这个南美洲那个南方共同市场签了 FTA， 然后上礼拜又跟印度签了 FTA 然后欧洲的各国那都纷纷要访问中国嘛，所以这个就是多元化在避险可是呢，我们看到做动作最大的都是 Anglo-Saxon 加拿大。我本来以为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英国做的动作更大那我觉得英国因为它脱欧了，它一定要往亚洲发展。大英国协有好几个国家都在亚洲那香港的法律体系又是他制定的，对，所以他知道了，因为他最强的就金融服务业嘛，还有法律服务啦等等。那中国大陆也因为要避开美元的制裁嘛。所以2个人刚好有共同的利益我认为中英这次会玩蛮大的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合作那香港可能会有蛮多东西就跟英国直接接了因为人民币境外人民币就是在伦敦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如说那个阿斯利康就是 AZ阿斯利康到中国这一次说到2030年要投资110亿英镑，相当于150亿美元，这钱蛮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退出卫生组织那唯一能够递补
美国这个全球角色在疫情防治，一定是中国嘛。没有第二个国家有办法了。那阿斯利康就是做 AZ， 对，他要做疫苗研发，那就是选择跟中国合作啊。所以未来啊，那2月底还有德国要去，对，所以我觉得英国跟德国跟中国的进一步合作，一个是金融服务业，一个是制造业，我觉得都会蛮明显的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川普任期还有3年，大家要过日子啊。那乌拉圭人口只有300多万，中国大陆竟然接待7天呢，为什么？因为乌拉圭是南美洲共同市场的大脑，乌拉圭其实大部分都是白人，大概有83%啊。那它长期以来就是比较自由市场的啊。那它对巴西啦、阿根廷啦、智利啊，这个都蛮有影响力的啊。那南方共同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巴拉圭，所以我跟你讲，中国大陆也是要跟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签 FTA，南方共同市场说等我们跟欧盟签完再说，现在欧盟签了，我接下来就是中国要跟他谈，那里面我觉得乌拉圭就是来传话的，我跟你讲，这个如果搞成哦，那我们巴拉圭要小心哦。因为他会有压力啊，一定的。旁边所有国家都跟中国签 FTA， 只有你没签。那你如果不跟中国建交，怎么搞 FTA 啊？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 FTA 都要有建交关系。所以美国为什么不能跟台湾签 FTA？ 因为没有邦交啊。所以我们外交部最好要注意这个事啊，因为中国大陆接下来一定会跟欧盟一样，要跟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签 FTA，而且我觉得成功的几率非常高啊，因为大家都在自救嘛，所以我跟你讲，你刚刚用词不对啊，不是中国好赌啊，是川普好打。纽约时报下的啦，不，那个是你们翻译有问题，我们翻译的哦，不是中国在赌啊，中国只是守多边体制、国际法、WTO。然后这些人不喜欢美国那一套，所以过来大家相濡以沫，抱团取暖，就是这样啊。中国哪有大赌？没有啊。是。好，来苑老师。哎，对，这个就是川右中华了啊，就是川普在保佑中华啊。实际上的话呢，美国盟邦就是长期来讲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呢，从去年10月就有加拿大就有那个西班牙的总理来中国嘛。然后法国的马控也过来了嘛，对不对？然后这边一开始更不得了，什么爱尔兰啊，什么韩国啦，又是什么芬兰啊，然后这个加拿大、英国就直接达到高潮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德国，我跟你讲，接下来非常多。就我刚刚再强调，我再强调一遍，对大陆来讲的话呢，他们现在基本上政策就是反制美国了。然后搞死日本日本想来的门都没有，就这么简单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个美国其实讲起来是自己搞的。我也比较认同的观点，因为大陆在做这2个原则之后呢，对全世界各地都很好，这个大家都是这个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英国、加拿大，但是的话呢，这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是前面这几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8年来、9年来头一次来，为什么？为什么拖了8、9年？就是上一届的这个川普搞的嘛，就上次14年。对了，有的14年，但是从拜登时代就搞起了。那这个川普的话呢，这个再搞的话，2018年的这个5月份就开始要对大陆要进行制裁嘛那然后呢，这边当中这个英国里面的话玩的就是比较大，表面上没有做很多的宣布其实我是比较注意这个斯坦默他到了上海去的时候，因为上海的股市跟这个伦敦的股市是交换的，人民币的话呢，香港跟这个伦敦呢，他们也是有固定交换，然后这个是对大陆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那么英国做的像阿斯利康的话呢，也就是投资了1000亿人民币，这个数量讲起来的话呢，并没有非常大。大家看到2月份的时候德国的总理这莫斯来的时候。
时候，那个才叫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逼得没有办法。因为斯坦默底下带去的贸易大臣叫斯凯尔，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的过程，不跟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往来，那简直是神经病啊，疯了一样的。所以他讲的话是说的一语道破。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啊，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我们这边讲到那个巴拿马那个港口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啊，刚刚亮哥讲说 ，Anglo-Saxon 国家是加拿大跟英国跟这个中国搞得不错，但是澳大利亚也是在搞花样啊。达尔文港的时候，澳大利亚现在原来不赚钱的时候啊，通通包给你99年，现在突然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啊，他的总理就讲说不行，我们要收回来啊。然后现在巴拿马的情况下的话，长江和记，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子还为了李嘉诚啊要不要卖掉什么的，还闹了个半天。现在突然巴拿马这边也讲说以违宪的理由要收回来，那么大陆一看的话呢，就很明显，这个就是美国要搞我，那我就反搞你。我为什么要一直在强调？就对于大陆来讲的话呢，展现自己的实力，要尽量多交朋友。但是如果说你要欺压我，不用平等跟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我这边所经营的事情的话，那我绝对要反制到底。啊，那美国就是个例子啊。那日本的话呢，现在就等着默默的对大陆要尽量的搞它。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了解到大陆目前所做的国际策略、经济策略啊，都还没有谈到军事哦，他们的经济啊、他们的外交啊、他们的国际的话呢，是3位一体放在这边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2026年会是大陆大爆发的一年，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单位会到中国去访问。是来。将军，我认为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元首到中国大陆访问，若立于途啊，我认为他有考量的，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有他们这个国家的智囊团，甚至他们的国安单位都有的综合的考量出来的一个定论。那我认为是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它现在目前三大现象，第一个，美国现在走扩张主义嘛，你看委内瑞拉也好，或格陵兰的议题，美国要把格陵兰给并吞掉，还有加拿大的问题，都是这样啊。那你走扩张主义，大家玩不下去了，好像你美国一直在扩张，美国的扩张是往往是别人的损失啊。那大家感觉到，好像跟美国保持距离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大家这样子，大家就跟往中国大陆那边就靠过去了。那第二个，那美国是走单边主义，目前川普一上任了走单边主义，你看他在今年的1月22号退群主义，一下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其中31个是联合国，另外35个非联合国的系统啊。那很多重要的，包含他已经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很重要的，因为疫情，那随时都会那个在各大洲此起彼落，都有这方面的可能，有没有这方面的通报系统跟这个资讯互相的传递分享呢？这个是问题。他也退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退出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也退出了联合国国际热带雨林木材的组织，退好多那美国这样要退群，那就走单边主义了。那美国走单边主义，那大家会想啊，你走单边主义，那我们不要跟你玩。我跟你玩，你都离开了，只要对美国不利的，美国通通退群。那这样子大家玩什么？大家是一个这个开会是共同的一个沟通协调的平台嘛？那么你退出了，那大家玩什么？所以大家认为在这一方面，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会对他们国家利益会有影响，所以往中国大陆去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是美国的政策不稳定，那尤其就是关税，要大家一下加关税啊，来做一个惩罚，那感觉到好像跟美国做生意，好像这个因为美国的政策不定，举棋不定。那会影响到整个的国家的经济的政策的发展，那他当然也要做调整。那有的美国也要求他的这些相关的盟国要增加他的国防预算，要占 GDP 的3%，有的要增加到他 GDP 的5%。那美国会予取予求啊，你要多增加你国防预算，多向美国买武器，那这样的美国他才高兴，才愿意在这个大家我们讲到的这种共同防御上面。美国才愿意有更积极的这种态度跟作为，那是这样的。那这样子美国要大家一直要求增加国防预算，也增加他们国家的预算的排挤，因为你增加了国防预算，你其他会有一个排挤现象，饼就是那么大嘛，所以他认为这个其他国家那就要找一个替代的，那就往中国大陆去。所以不管呢这些英国、加拿大、芬兰、爱尔兰。也包括了韩国，也包括了德国，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都往中国大陆去，他们要走双边主义，要走多边主义，不要走美国的单边主义。所以目前的现象是这个状况。是
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的美国，现在要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 ICE 之乱还在烧哦。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他踢爆了一份文件，说其实 ICE 哦，他告诉底下的干员哦，就是基层的人员说，你们在抓人的时候，你可以没有逮捕令啊。你就可以去直接抓人，如果你怀疑他可能是非法移民，你就可以把他给逮起来哦。所以震惊了全美国，包括我们看到他们还在干一件事情，他们在全美国各地购买很大型的那个仓库，然后要把它改建成什么？非法移民的居留中心呐、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示意图哦。这些本来是一些仓库，包括在马里兰州、德州、纽约州、亚利桑那州哦这些地方，他们花了好几亿的美元把仓库买下来，然后把它整修成一个可以容纳哦，包括7500到9500的一个这个大型的留置所，像监狱一样的地方，最高最久可以关6个月哦。所以一个的移动仓库哦即将完成。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些移民啊，他们有自己一些用科技的反制措施，像这个 app 哦，叫做Turn Signal 的移民安全工具哦，说是你只要在这个 app 上面啊，如果你遇到说有这个 ICE 的人啊，或是有什么样的人要把你抓走，你就可以立刻拍下来，然后上传到云端储存。那万一发生争议啊，可能会变成自保的一个证据。那我们看到，包括因为 ICE 现在啊恶名昭彰哦，有一些合作的公司现在都撤资了，包括我们看到法国科技巨头凯捷，本来他在美国有一家子公司，但他们得标了跟 ICE 的一个合约，是数百万美元的合约哦，它是要对移民的新的一个监控计划。可是包括这一家公司里头的一些员工，还有其实很多网友啊，很多民众都不断的写信啊，到这家公司，到凯捷这家公司说，你们可不可以取消跟 ICE 的所有合约？因为 ICE 实在是这个太违反很多的这个人道哦跟这些规则。那我们再来看看，所以的确这家公司就从善如流哦，他就是把这个子公司直接关闭，然后把合约也宣布终止了。而另外，川普多疯狂呢？他好大喜功，他要盖像这样子的一个巴黎凯旋门差不多的一个独立拱门的建筑物啊，示意图在这里。它盖的地方在横跨波多马克河的纪念桥旁边的一个土地，可是这个土地呢，它其实位于林肯纪念堂还有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哦，所以游客那个地方很多嘛，可能会挡到游客的视线，所以当然当地也有人反对啊。可是川普没有在怕反对意见的啦，包括这件事情，他可能在7月要关闭甘乃迪中心，为什么突然要关闭它呢？原来这个甘乃迪中心前一阵子不是已经被改名叫做川普甘乃迪中心吗？那很多人就是抵制嘛，艺术家也抵制，观众也抵制，就不想去看表演了。所以据说他的门票收入很低所以干脆川普就把它关起来，然后要整修2年据说是这样。那还有一个很瞎的事情，就是包括这个川普的太太。他拍了一个纪录片有人帮他拍啦包括这个纪录片的一些制作费啦、宣传费啦，大概要花23亿。可是他在烂番茄影评一度跌到6%，就是这个影评就很烂大家觉得拍得很糟可是他们还在全国到处在做宣传。那另外呢，川普现在又想回联合国了吗？因为现在呢，这个联合国财务有一些问题嘛，那川普就说可以让各国几分钟之内寄支票可是呢，美国的欠款他不想面对，因为美国也欠了很多钱在这里川普说他有能力催促会员国缴钱拖欠的费用，可是其实美国已经拖欠联合国数十亿美元，他提都不想提那现在他又说联合国还有巨大的潜力，这是因为他的和平委员会失败了吗？所以他又回头要到联合国了吗？来请教亮哥。那个ICE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利啊？因为你又不知道他是非法移民，对啊，那你怎么可能有搜索票？你又没有他的资料，所以我说这些人在反对ICE的，你把逻辑讲清楚嘛。既然是非法移民，所以美国移民局可能没有资料啊，所以他现在危险就在这里。我就看你很像，我就先抓，然后回去就放在拘留中心啊，然后呢？
因为你随身没带证件嘛，那你的朋友就赶快来证明你是公民，然后把你带走。那我最近好几个华人朋友在美国啊，他说他们现在出门都带护照，被查，美国护照哦，对，就被查，就要带在身上。这其他 ID 不行啊，一定要护照。我就是要证明你美国只有驾驶执照，驾照不能证明公民啊。留学生也有驾照啊。那所以他这个真的问题很多啦。其实更大的争议是，你既然要强制执法，你怎么可以蒙面？哪有这样的？所以人家都说你像纳粹啊。这很像 KKK 啊。就你怎么可以蒙面呢？怎么可以蒙面执法？那这个问题真的是蛮无解的，因为在某些地方，那个非法移民真的是蛮多的。可是绝对不是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我就认为川普在报复，刻意的夹院报复。这一周事实上非法移民只有9万人啊，排名第一的是加州，170万。德州大概120万，佛罗里达100万。你办这3个州就好了。对啊，加州不让他进去，纽约州也不让他进去。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在欺负，因为这一州很左，这一州连雷根那次选举都支持民主党，雷根赢49州啊，就只输1州，就是明尼苏达啊。那还有他现在那个众议员，那个穆斯林那个欧马，就住在这一州，所以我坦白说，我觉得川普有点夹院报复了。你如果真的在驱逐非法移民，有必要办这一州吗？这人那么少，非法移民只有9万人，反正也没什么啦，反正美国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可预测了。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说川普不只是破坏国际秩序，他也在破坏国内秩序。那以前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就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有2个美国公民被打死嘛，结果那个打死他的 IC 的执法人员到现在还没有被起诉，就是这样啊。不是 FBI 要介入调查了吗？对，可是还没有被起诉啊。而且很多州就直接用国民兵，用 FBI， 应该是国民兵啦，不是 FBI 啦。FBI 是联邦的啊。我觉得 FBI 介入调查是川普的缓兵之计啦。有些州国民兵是州长可以动用，对，国民兵就跟 IC 的人直接在街上对杠。我看了好几支影片了，那国民兵就直接把他的面罩这样抓下来，好可怕就直接对着干了。都是有枪的，对啊，都有枪很危险，两边都有枪啊。对啊，万一，而且人都一堆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倒不要说内战啊，可是明尼苏达已经有内战的风险。是。上个礼拜零下23度，出来5万人。是，而且像这样子的抗议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各地其实已经蔓延出去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美国现在的状况？对，美国现在国内的情况的话呢，有这个 ICE 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也非常麻烦，因为 ICE 本身的工作的话呢，原来早先的话呢是 ICE 它的领袖，现在就是所谓的边境沙皇，就是他这个情况非常特别。你在美国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你要取缔非法人的话呢，你就你也不知道取缔是谁，所以那个 ICE 人当中的话呢，他们用取缔的方法我是觉得说到明尼苏达州的取缔方法的话呢，一个就是你的腔调。另外就是你的长相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人会觉得说，你在美国的自由这个多元的社会当中，用腔调跟长相来驱逐人，你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对，在明尼苏达州的话呢，就出现了非常荒唐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人家是拿到美国国籍，像我们认识的台湾朋友，很多人拿到美国国籍，讲英文就有台湾腔是，那这个通通被抓走因为他很难，腔调不对，腔调不对，对不对？腔调不对，然后你长相的话呢，长相不对更荒唐。明尼苏达州我很熟我在那边做研究，小孩在那边读书，明尼苏达有很
很多这个原住民的保留区啊，那结果他原住民保留区，美国的原住民长得就跟墨西哥人很像，是都被墨西哥人抓走啊，那个他们也觉得很难受。明尼苏达的黑人都把护照贴在头上开车啊，要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啊。那明尼苏达当中有很多人非常反对啊，像那个被杀掉那个 Ronnie Good， 还有那个什么 Alex Brady，他们基本上都是看不惯明尼苏达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开放进步的一个环境，被艾斯搞成这样。但是艾斯本身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掌握到这个原来的民意支持川普上台里面，确实有非常多的人认为说越严格越好，把所有的这个非法的移民和非法的劳工统统赶走。但是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件事情，美国的经济发展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数嘛，美国的非法劳工是在美国里面帮忙啦，开这个割草的啦，或者换电线的啦，或者弄水电的，根本就是一部分嘛。那你现在没有这个，他怎么搞呢？啊，另外的话呢，这个讲一讲这个梅拉尼亚这个电影啊，梅拉尼亚是超级烂电影的啦，那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电影啊。他自己那个强调，如果他来到明尼苏达州，也应该被抓走的啊。但是呢，问题是这个川普就一个劲儿的讲说要大家拿钱出来，说他老婆好，长得漂亮什么的啊，就是说大家现在梅拉尼亚如果说票房不好，川普要生气那不得了啊。那接下来还会再拍巴伦他那个三儿子那个很高的传啊，那继续拿东西花样太多了。不过我觉得说是美国目前为止川普所搞的这些事情，让大家会觉得说川普这一年累积出来的钱，那个纽森讲说他已经累积14亿美元，不知道怎么搞来的。对，到底哪来的啊？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将军怎么看美国的 ICE 之乱？我认为他的 ICE 哦，因为这是移民海关执法局，我认为他执法过当。他有几个，第一个执法过当嘛，你这死了2个，而且老百姓手无寸铁，你这样子把他击毙了，你大家，而且现在那个网络上都会公开，这种扩散效应，马上就会影响大家的心理嘛。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他们应该叫联邦警察或州警察，那是最好的嘛？你找这些我们讲的这个移民局来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是不是有些就是过当？当然，川普喜欢好大喜功，他希望尽快的有一些效果。我认为有些事情呢，这个沉疴已久，没有办法立见速效，没有办法那么快。我认为要靠时间慢慢来。那么多非法移民2000多万人呢，你要怎么一朝一夕可以吗？我认为没有办法。我认为他应该是循序渐进，而不是想要立竿见影。那第二个，我认为他太具有针对性。为什么要对明尼苏达州？你可不可以对其他的大家取管并进？大家就不会说具有针对性。你有具有针对性的话，大家就会从中做文章。那难道是对我？然后我做不对吗？然后其他国没有吗？那为什么其他国家是没有？你是不是差异呢？差异就有这个差异的原则呢？我认为是这个先的。然后另外我认为按照川普的性格，我认为他不会收手，不会收手。我认为他的性格，他就直接做下去了，就继续下去了。我认为他不会说就不干了，这个停止执法，我认为不会。另外一个，我认为川普退出联合国我认为他将来要回去。为什么？联合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啊，世界那么纷乱，越来越纷乱，联合国重要性只会越来越重要。可是他自己要自主啊。对，我认为它是有效果有限。联合国已经从20大战完毕到现在为止80年了呢，都有这方面的历史。而且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你能够退群吗？你能够离开吗？第三个，我认为他又是5常之一，他退出了，他怎么去扮演这个角色？他没有退出。